出任务了，我死都不会走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被魔灵侵袭，要将你体内的魔气驱逐出来。 你也被魔灵侵袭，怎么还给我输送灵力？就这点灵力，李飞。 没想到还是死一块儿，真是死不瞑目。我以为努力修炼就能护你出去，可没想到还是走到这一步。我真是个灾星。他要死了还说这些干嘛？你那也是为了陆大哥，身不由己。你原谅我了。 没原谅，所以等他都死了之后，到了奈何桥，一定要喝下那碗孟婆汤，确保下辈子别再遇到。记住没？我不愿意。我不愿意喝孟婆汤。你自己要给人做替身，直接开始逃亡，颠沛流离，朝不保夕，日子过得还不如我呢。这世界还有什么是你舍不得忘记的？早喝早脱生。此生此命，确实不够。但上天待我也不薄，我有鲁大哥，还有你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其实我也不想忘了。我自小跟师父东奔西走，从不与人深交。你是第一个亲近我的人，也是除了师父之外，我最想亲近的人。我生气，我那么相信你，可是你却骗我。可是，当你替我转移伤痛之时，我会心痛；你帮我扛下危险的时候，我会担心。原来，这就是画牌里说的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
召集各位长老，是有要事宣布。妖龙伤害素影真人在先，九尾狐妖、萧广寒们先冠在后，如此肆意妄为，他们肯定还会有大动作。看来这妖族实在是欺负我们玄门太甚。没错，当年我们紫霄宗、紫辰仙子失踪，想必也是他们搞得快。不可助长他们的气焰。对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如今这妖龙已偷渡黑河，逃向青丘。我已向青丘发信，若他们交出妖龙，我们玄门便不必与他们发起一战；但若不交，我们便越过黑河，踏平青丘。这玄妖两界数10年的和平，可是他们率先打破。就是啊，愿听您被真人调遣。厨房。莫把我的书压坏。书，就知道你的书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你这个身体要少熬夜，少忧虑，多晒太阳，多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还这么操劳？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死法叫猝死？大国主闭关多年，你要是倒下了，青丘谁来做主？难道真指望竹离那个混小子吗？我没事的。没事，你这个眼睛比我上次来的时候浑浊多了，气血也亏。最近都做什么了，公子？可能最近比较劳累吧。长兰公子，赵公，公子正在医治眼疾，你怎能不经通传便径直入内？收到消息，玲珑天耀近日已出现在我青丘地界。啊，天耀他来了。可玄门诸多门派也在三重山附近聚集，今日传来消息，要我们交出玲珑天耀，否则便威胁我等再起玄妖之战。这些玄门人，此前便害了我们云溪公主，而今竟还敢如此咄咄逼人。以我之见，要战便战，我青丘断无被他们威胁的可能。罢了，这些也都只是一些威胁之言。不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的。至于天耀，他要来青丘，一定好好去守护。这是自然，只是什么威胁之言便罢了。长兰公子，这些年你主事青丘，便是对这些玄门太过于温和，才让他们今日敢在三重山对我青丘大放厥词。这倒还怪起公子来了。与玄门这一战，赵公大可亲自前去啊。你区一个医师，也配多嘴此事？好了，你们都先别吵了。公子，赵公有事禀报，龙主已到王宫外了。啊，我现在还在治疗眼疾，那麻烦赵公为我去迎接天耀，先带他去休息吧。龙主造访，我自会亲迎。这个赵玉，仗着自己掌管青丘防务，对公子也太不敬了。赵公只是为人比较坦率，但他所言所行也都是为了青丘的。你呀，也莫嚼那么多舌根了，好吗？他说别的我都不认可，唯独说公子太温和这话，我比谁都赞同。公子，你就是对谁都太好了。来吧。哇！早就听闻这青丘王宫建在巨树之上，没想到还真有这么大的树啊！没见过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要继承的，我厉害吧？哎，糟蹋了！你说什么？亡国之相啊！我有人来了！来接我。哎呀，赵公，
今日怎么能屈您大驾进来王宫外面接我呀？呵呵。哎！恭迎龙主！恭迎龙主！龙主，玲珑的龙，龙主的主，龙主，你们之前怎么不告诉我？不必多礼。龙主，我大国主如今正在闭关。你看他那个眼神，那个气气质。安排龙主稍作休息。闭嘴，请随我来。梁生，走吧。等等。你便是那个被陈兴山逐出山门的玄门弟子，燕回。没想到青丘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。我青丘王宫不许玄门人入内。赵公，燕辉他们在外面也帮我挺多的，让他们进去吧。玄门人不得入青丘王宫。让他们进去吧。你既然知道他的名字，就应该知道，是他与我一起，炸了永州城宿隐结界，释放了被奴役的万妖。既是龙主之意，龙主，请。我们走吧。哟，刚才不是有人说要继承这一切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在青丘你还没那条龙好用呢。现在的青丘防务不都是赵公在管吗？而且，那人狼子野心，我阿爹正在闭关，他一直对主政的二叔和我颇有不满。以后你们在青丘得小心点他。看来你们青丘也不太平。世子觐见，二叔，二叔，二叔回来了。楚离，终于回来了，壮了好多。怎么样？这青丘王宫还挺气派的。遇到了什么事儿？我这次出去啊，干了不少事儿呢。快讲给二叔听啊！你此前来过青丘许多次，见过这位二叔吗？我去了很多地方，看见很多新奇的东西。我炸了广寒门3座山头，给阿姐报仇了。什么？炸了人家山头？朱莉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莽撞呢？我给阿姐报仇，谈何莽撞啊？罢了。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前陈青山弟子燕回，这位是影妖白晓生，我回来路上认识的。见过。两位你们好啊。干什么呀？他又看不见。抱歉啊，抱歉，他书读得少，有点唐突了，抱歉啊。无妨，虚礼而已。啊，对了，天耀我已经安排去休息了，你们无需担心。稍后我再与他叙旧。二叔竟跟龙主认识啊？我跟他曾是挚友。说起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哎，楚离，那不如你先带2位宾客到宫里面去游玩一番，晚上我叫人准备一场丰盛的宴席，为大家接风洗尘。好的，二叔，走吧。告辞。走。实在没想到他俩居然认识。你是在感叹什么吗？我就觉得吧，那条龙竟然有朋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今天特别安静啊？那个叽叽喳喳的小环妖呢？
什么鬼啊？你才是鬼，短腿鬼，叽叽喳喳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今天入青丘王宫，我堂堂一幻妖女王，难道要对你们青丘监国王爷行礼吗？不是，你怎么在我腰带里啊？那还不是因为龙主的不敢藏，藏你的才能确定没人能搜身吗？你倒是算得清。既然到了这青丘王宫，我们便要开始寻找童术师了。怎么了？在我们青丘王宫，不能提这种修邪门术法的人。怎么就不能提？我就提。童术就是靠黑气才能练成的，我阿娘一直都在寻找去除黑气的办法。你们一来青丘，就找童术师？你找童术师干什么？报仇。亏你还是个青丘世子，连提一句童术师都怕。你阿娘毕生为驱除黑气而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怕，我不怕，我自己找去。哼！哎，你等等，我那个罗盘可能会有用啊。哎，既然他俩都走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打发他们。走，带你去找青丘秘宝。青丘秘宝不是失踪了吗？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失踪了呢？没想到1别20年，我们还能再相遇。长兰这些年过得如何？鱼命一条，苟活而已。但我倒是听说，你在广寒门封印了素影，对吗？恭喜你，大仇得报。没什么好恭喜的，这也并不算是一件好事。现在这些过往，也总算了结了。然而我又做了一件错事。错事？我为了复仇，让他人承担了恶果。他人？便是方才竹离与你说的那位玄门的姑娘。所以你这次来青丘，就是为了这个姑娘？那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得上忙？她的身体有些异样，我这次来青丘就是想将她治好。若是疗伤的话，我青丘有一个仆房医师，他应该可以帮得上忙的。不必了，她的病有些特殊。那天耀，不如你就先留在青丘吧。虽然我如今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我还是可以陪你聊聊天，给你出出主意，或者可以帮你得到燕姑娘的原谅。我只愿她身体无恙，其余并无奢求。过了那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改变。对了，你们这有本奇书，叫做《幽冥赋》，里面记载的方法，也许能帮我治疗他。你可知道此书的下落？此物一直被保管在一个屏风里面，待有缘人取之。只可惜，这屏风在10几年前就已经不见了，到今天也没能查出个结果。到了。你竟然将青丘秘宝藏在这树洞里啊！离青丘王宫这么近。哇！你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作奸犯科，你真是艺高人胆大。但你别担心，这个树洞连接到的是我的隐穴，不会有人破得了的。走吧。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也不带个蜡烛？明慧，来吧，牵着我的手，我带你走。哦，
既然可以点灯，刚才为什么不点？哎呀，头发！我都忘了我可以点亮这里的灯。哎，这就是你说的那扇屏风啊！轻舟泛月风凛然，疑是山隐雪后来。这屏风也是雪岭之物。嗯，而我们要找的幽冥赋就在里头。哦，这屏风有何玄机啊？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道屏风意味着3道障术，需要一对玄妖有情人来一一破解。只可惜，之前我带来的有情人连第1道屏障都没有破解，导致我也无缘知道后面2道到底是要做什么。这第1道障术是什么呀？其实说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就是回答问题而已。回答问题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攻略。之前所有有情人被问过的问题，都在这个上面。男方幼时乳名叫什么？女方最爱喝的茶是什么？男方脚底的痣有几颗？是什么颜色？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多，你到底让多少有情人尝试过啊？太多了，多到记不清了。反正这10几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。那你都试了这么多次，里面要问什么问题，你都提前猜到了吧？我知道有什么用啊？2个人都得答对才行。哦。哎，你说现在去哪儿找一对现成的有情人呢？好像就剩我们俩了。白小生，你看啊，你是妖族人，我是玄门人。虽然我俩不是真正的有情人，但我觉得这第1道障术不是非得有情人才能解。此话怎讲？你看，你都积累这么多经验了，如果我们提前把这些题背好，先对好答案，说不定也能解了呢。所以你是想要用作弊的方式来骗过这道障术？然而你觉得这个方法有用？你之前试过了？你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。我曾经啊，带1男1女进去过，我让姐妹进去过，我让兄弟进去过，我甚至还扮女装跟一个男人进去过。牺牲这么大，可惜啊，都没用。可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？听我的，我们就试试背题对答案。我们试试吧。看着我干嘛？不要再盯着我看了，赶紧拿书去看啊！再沾一碗。你这个罗盘真能帮我找到童术师？怎么不信呢？当然，这个法宝专门克制黑气，如果童术师在附近，这个罗盘一定会有反应，相信我很好用的。可这个罗盘自从出了旷野之后，就再无动静了。
现在连这个指针都动不了了。哎，我幻妖戒指有认主这么一说，只有真正的主人才能唤醒这戒指里面的力量。你这个罗盘，怕不是也是如此？他现在不认你这个主人？老子乃青丘唯一的世子，大国主嫡亲的儿子，他怎敢不认？对，那你就是不会用喽。胡说！要我说，就是我们青丘根本没有你要找的那种学邪门术法的人。哎，龙主。龙主，您来的正好。我听说龙是世间最为聪慧的存在，您看我这罗盘为何再难转动了？此物，我也看不太明白。啊？什么眼神？什么态度？无妨，你们可有见到燕回？这几天我都找不到他。哦，他和白小生回去了，在那个吊桥那边的小院里面。这几天不知道在忙什么，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人说呢。龙主，我这罗盘……哎呀，你难道没看出来龙主他不高兴了吗？还不是你多嘴。燕回，今天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明天再战吧。不行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我还能背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倒是鲜少看到你这么刻苦。幽冥赋近在咫尺，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，哪能偷懒？你不要命了，你也抓紧背吧。好，背。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幽冥赋的下落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考考你，帮你加深印象。我怕你，来吧。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包子？包子。太简单了，你最喜欢吃的食物肯定是……包子。你说你背了这么久，怎么连这题都没有背到？下一题肯定答对。好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你的梦想啊？我想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自由自在，飞黄腾达。我真要这么说。麻烦请你背诵并抄写100遍，牢牢记住标准答案。包子，挥金如土，自由自在，背下来了。你说你这一晚上点着蜡烛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我都替蜡烛感到惋惜，白白燃烧了1个晚上。怎么就白白燃烧了呀？只是你问的，我刚好没有背到而已。那你都背了些什么呀？比如说，你最珍贵的东西是性命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总算答对了，没错。就说我有在背吧。他原本只是要平平安安的生活，而我却一直让他步入险境，利用他，折磨他的情感，威胁他的性命，让他卷入各种争端。我从未对你行素影之事，可你却变成了第2个素影。他最珍贵的东西，却被我侵蚀了。你放过我吧。
我之前在那个赌摊，不是输了钱还倒欠你钱吗？我现在没钱，先给你张欠条，等我有钱了一定还你。你先坐下嘛，走。令狐呀，你对我真好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就给了你一张欠条，这算对你好吗？好着呀，但是这个欠条我觉得不用了。不行，拿着，说是借的就是借的。我虽然赌运差，但承诺的事情还是要兑现的。行，那我就把这个收下了。我找你还有一件事。这几日呢，虽然我们两个的感情没有什么进展，但也是有了些许的默契。我时间也不多了，我们还是去试一试吧，万一成功了呢？行，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去做。不愧是专业的，这么快就调整了状态，我也调整一下。准备好就走了。小生，我们走吧。怎么还不是？又不是？你到底怎么才能启动啊？这就转了，转了。啊，他指向那边去了。追上他。那个方向是？怎么了？这是我阿爹闭关的地方。你阿爹？大国主？童术师难道是你爹？闭嘴！不可能，别瞎说。我先过去看看再说。二等竟敢拦我！此处乃大国主闭关之处，世子殿下还是去别处玩耍吧。老子可不是来玩的，让开！周丽，我问你们，他是谁？世子殿下。那里面又是谁？大国主。他二人何关系？怎么，不知道吗？他们是父子呀，儿子看望父亲，父慈子孝。你们两个为什么横加阻拦？就是，我与父亲10余年未相见，如今思父情切，特来看望。尔等竟敢拦我，还不速速放行？赵公命我等守好此处，不得打扰大国主清修，还望世子殿下莫要为难我们。我倒是谁呢？哦，原来是赵玉那个老匹夫啊！在你们眼中，岂就依了主了？世子殿下恕罪，我等没有此心。罗盘想破门进去，难道童术师在里面？何人喧哗？怎么是你？罗盘还我！罗盘还我！是怎么要再胡闹了？你才胡闹！这是我母亲的罗盘，罗盘所指之处必有黑气邪物作祟。赵公先是对我万般阻拦，后又抢我罗盘，难道是包庇邪物啊？一派胡言！我清修安稳多年，何来邪物啊？定是这不知从哪儿寻来的罗盘误导了世子，应该早些销毁才是。你敢！
我看你做贼心虚，又松手。我母亲的法器。赵公，大国主早有口谕，要善待雪岭夫人遗物。这，雪岭夫人的遗物皆被有序规整地保存在夫人寝宫，当年也是大国主亲自封存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劣质物件散落他处？世子荒唐惯了，竟想找这种莫须有的理由来污蔑老夫。罢了，再闹下去，便要打扰大国主的修行。世子殿下，请回吧。